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泽连斯基公开发美国的牢骚，是真牢骚还是以此为由取消大反攻？按说，美国作为乌克兰的金主和真正的控制者，泽连斯基哪怕对美国有1万个不满，也不能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否则美国脸色一变，泽连斯基就遭殃了，甚至命都难保。但这一次，泽连斯基很是胆大妄为，居然公开在世界著名的媒体上表达对美国的不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日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他没有与白宫就美国绝密情报文件大规模泄密进行过任何对话。他还说，情报泄密对华盛顿和基辅都造成了损害。他说，我事先没有收到白宫或五角大楼的信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个人没有，这绝对是一个糟糕的情况，这对我们无益，这对白宫的生意无益，我认为这对美国的生意也没有好处。其实泽连斯基对此表达不满很正常，因为2件事：一是美国没有及时向泽连斯基通报情况，二是泄密的情报包括了乌克兰内部的诸多事情，而这些情报是信号情报。这就说明美国正在监听监控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乌克兰高级官员。所谓信号情报，是指通过电子技术侦听获得的情报，比如对电话、电子邮件、军方电台等通信的信号截获，然后进行密码破解，破译出来的情报。比如美国的 P8A 系列反潜巡逻机是最频繁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机种，就是尽量贴近甚至进入中国领空，截获更多的信号情报。其中一种成熟的先进技术，事先把在正式场合获得的某重要人物的音频信号录入进去侦察系统中，系统就会根据这个音频的特殊参数，尽量缩小扫描侦测的范围。当系统截获到这个音频的时候，就会自动录音，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最后获知其通话的内容。泽连斯基确认了自己被美国监视，自然肯定极为不爽，因为这意味着泽连斯基的一举一动都被美国掌握得一清二楚，甚至连他与家人的通话、在银行转移资金等等通话都逃不掉美国的监控。这与美国在泽连斯基身边安插了若干人物监控不一样，这就像是被美国政府脱光了衣服一样，是令人极为难受的事情。泄密也就算了，问题是美国还泄密了，这就等于泽连斯基资产从战前的6.5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5亿美元，钱来自哪里，存在哪家银行，甚至家人在哪里，以后他要逃亡到哪里等等，不仅美国全都知道，全世界也可能都会知道。泽连斯基的恼怒程度可想而知。对此，在被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及这是否导致两国信任关系紧张时，泽连斯基说，我不能拿我们的国家冒险。但实际上，泽连斯基哪里仅仅是拿国家冒险，而是早就在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了。这不过是为了表达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在我看来，泽连斯基此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不是想以此为借口取消春季大反攻呢？现在都快进入夏季了，泽连斯基说春季大反攻已经4个月了，迟迟不见行动。他去年说春季打败俄罗斯，结束战争，夏天到克里米亚看海，显然就是梦境之中的言论。现在的泽连斯基应该开始懂得一点军事了，也应该对依靠援助打败俄罗斯不抱幻想了。大反攻就算取得了胜利，但是不是就成了强弩之末？之后怎么办？乌克兰还有能力抵御得了俄军的再反攻吗？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